大家好，今天徐亮就开始跟大家赏析黑泽明导演的不朽的电影《七武士》。那我们从电影的一开始听到的是战鼓的声音，然后他交代了时代的背景，日本的战国时代 ，endless cycle of conflict， 不休的不止息的一种冲突的循环，让这个特别是农村overrun by bandits， 到处都是匪贼。然后他特别强调的是说，在第二个屏幕的文字介绍的时候说，这些喜爱和平的农民生活在恐惧之下。像这样什么样的一个恐惧呢？就是在迫近他们的铁蹄发出的雷声般的恐惧之下它其实原意是这样的，这不太好翻译。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可能更加的，也许是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是它很重要的是说把这个 thunder 和这个 hooves 连在一起了首先刚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鼓声噔噔噔，这个当然是说整个电影音乐里头在去定义山贼的时候，往往就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单调的鼓声。那同时刚才字幕里头讲到的这个 hooves 就是铁蹄literally 就是马蹄子嘛。那马蹄在战斗里当然非常重要。OK， 第一个镜头是空镜头的时候，然后地平线上冒出来这种剪影式的骑马的马贼。它其实从运动上来讲，这个运动是从无到有，对吧？然后镜头稍微往左摇了一点，然后就接了一个开始，基本上是说，如果是从远景，现在就接到一个中景了，是骑马的单个的人在快速的从右到左掠过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这个当然就更强调这个速度感了，相对第一个镜头来讲，对吧？第一个镜头是告诉你人的多少，然后他们经常是说不知从哪里就出来。然后这种响马策马入林的这种东西，其实让子弹飞也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摄影的 sequence 一个序列，就是不同的画面画幅大小，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中远景的一个描述，都是剪影，从右到左一直这样运动。然后到了这个镜头的时候，其实影调有一些变化，然后镜头更像是说他们从斜后方出来之后。又比较少的是一个运动，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经过这样的一番运动和这样的一个鼓声的衔接呢，就来到了村民的这样的一个旁边的小山上这个山感觉还挺陡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俯拍的镜头的画面的上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村落的形状，感觉还有一个小小的广场人的其实开始的村落的形状大概就是这样的嘛。然后这些马贼很显然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带着武器，而且你看很多人他们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感觉就是这些箱子呢，确实是他们劫掠其他村落之后的一个战利品，抢东西嘛。然后镜头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了两个比较著名的马贼，或者是他们的领袖吧。这两个人是最早在镜头上有台词的马贼，然后他们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或者熟悉这个电影的话，你就会知道，最终这两个也是最后被消灭的。那先说话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副将，他说要不要把这个村子也顺便清洗一下呢？他的这个标志是头上的这个盔甲头盔是这样的是一个半月，一个怎么说呢？月中的这样的一个月形，对吧？而这个真正的首领呢，是一个月牙形的。然后主观镜头更像是这两个马贼的对这个村子的一个勘察，然后这是真正的这个整个的匪首。匪首是一个其实年龄也挺大的，然后他最后大家还记得他在用着一支火枪劫持了那些村民，特别是女眷之后，其实挺猥琐的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战斗力已经不是很强了，但是因为他手里有枪嘛，那最后是菊千代，也就是三船敏郎演的那个冒死之后，
在近距离用这样的武士刀把他刺死。OK， 这个两人的对话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社团里头的地位。很显然，他是那个最后做决定的人，而刚才的这一位呢是独眼哈，我们以后就叫他独眼，我们就以后叫这老头叫匪首。那匪首就决定说，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地方我们来过呀，而且抢过他们的米啊，稻米 rice， 去年秋天。那现在去也没啥东西。然后独眼说呢，就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然后等麦子熟了哈，这个 barley， 看看他们真的是赶着季节来，一点都不留情面。再接的时候呢，就形容的是一个，其实更像是这个樵夫的一个主观镜头，他知道这些人离去了哈，然后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这个镜头当然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也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黑泽明心目中战国时代被蹂躏的农民的一个可怜的形象。后来我们再看就说，哇，这个农民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丑，是吧？一个比一个秃顶，毛一个比一个少。但是当时其实日本人当时也对黑泽明的这样的一个对国民的描述非常的不满。要知道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处于一个比较现代的阶段了，他们的工业能力也很强，他们甚至觉得已经某种程度上脱亚入欧了，是吧？怎么说？把这东西给全世界人看，这不是羞辱日本人吗？但是呢，大家会真的因为这个而觉得说，日本就是这么龌龊吗？其实要敢于暴露自己的弱点，有时候是一个首先让人感觉到更诚实嘛，对吧？然后下面的这个序列，这个电影在那个时代呢，大家还转场的时候还会用这样的一个扫屏一个 slide 过去的这样的方式。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很少在除了喜剧之外的场合用这样的一个转场，这也是电影语言在不停的演化吧。OK， 先是一个远景，还是一个俯瞰的哈。首先说这个用俯瞰的镜头，确实表明了某种程度上这些农民的一个卑微，然后俯视镜头还在继续。黑泽明的这个整个的他对自然光也好，对自然的风的运动也好，他是用的非常好的。我相信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巧合哈，就是说你要善用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这样的条件，然后去用这种树的摆动啊什么的，你至少要强调某种程度上这个画面不是一个照片啊。所以特别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当有武士死了之后，那个他们的坟冢，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烧香啊烧纸的这样的一些烟，或者就是一些尘土被吹过的时候，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说在那个就是老大领队在营救小孩那场戏里头，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说到，还是风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电影语言非常的陈旧，或者说其实非常的经典啊，由远及近，大远景，然后还是可以说是个远景，是吧？中远景，然后到中远中近中景，然后中近景，然后到特写，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演化，就是说开始是一个绝对的沉默，这么远的时候，它还有一个 sound perspective 声音，在一开始我们听一下。就只有说那样的一个鸟和风的声音，然后到了这个画幅的时候，我们才逐渐的听到了这样有女人哭泣的声音。那它这个连续性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爆发了。然后第一次我们能看到可识别脸的时候呢，其实片中村民的几个重要的角色就已经开始第一次在屏幕上出现了。不好意思。那我们给这些人起个外号吧哈，就是说这家伙我们以后就叫他利吉哈，这也是他实实在在的名字。他的故事当然是
在整个的村民里头埋的是最深的，也是最完整的。那万造呢，我们就给他起名叫鸡贼吧，因为他其实永远都挺为自己考虑的，挺自私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这镜头最右侧的这个呢，我们就叫他苦瓜吧，因为他的脸实在是太苦了哈，演得非常的好。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等一下我们再看，其他的农民都是脸就朝下，就是为了去衬托这几个在故事里头有人物弧光的啊。OK， 第四个刚才讲到的其实是这个，是半张脸，它也重要也不重要，我们就叫它叫大个子吧，因为它和利吉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一个立场。OK， 这里头村民很显然，我们慢慢看也很有意思，这个哭声非常的惨烈，然后大家都是说垂着头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也觉得很羞愧，觉得说希望有人能够来出头，你知道吧？人在群体里头，人的软弱实际上有时候是群体的软弱哈，就整个一个群体里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是吧？真的是说都是怂蛋，然后你觉得说出来说我来去带领大家走吧，你还未必能够带领起来大家哈，说不定你还是被大家第一个干掉的人呢。所以枪打出头鸟在任何的组织里头，在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一个终极价值判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永远这都是一个问题。看大家的不断的形容，然后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在这个里头，通过这样的一个他身体的运动，然后配合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我们知道是这个整个大屁股对着镜头的这个女人在哭诉，然后旁边有一个她的肯定是小女儿再去抚慰她，然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更多的风的这个尘土般的这种。让你觉得说哇，这些人是真的是又脏又可怜，对吧？然后他们就和蝼蚁一样，就是在吃土的环境里头。你看地上有啥？就是干草和土。你本出于尘土，你也将归于尘土啊！你们真的是就这样一生可能就过去了，什么痕迹都留不下，最后就是一堆骨灰。然后他们开始，这个女人抱怨，对吧？土地税，然后强制劳动、战争、干旱，这怎么一年一年这麻烦就不变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大屁股呢？这不是非常非常的欠缺美感嘛，对不对？就是说，画面上的好看永远都不是电影最主要的一个东西。电影是一个要讲故事的，要触发你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屁股就是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你说它有任何的 over sexualized 的东西吗？有过度去剥削它作为女性性征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让我要展示给你看这个东西非常的 sexy 吗 ？No， 这个东西纯粹就是为了，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向工作的。就是你看这地方的女人，她真的是不会让你产生任何那方面的联想的，她就是几乎是去掉了她作为女性温柔和唯美那样的一面，而是就是可可怜怜，连个脸都没有。然后他们的这个草鞋哈，就是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描述，草鞋在整个电影里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镜头往上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刚才。首先，画面上最核心的焦点当然就是利吉哈，利吉是一个非常非常愤怒的，你感觉到他是那个最巴不得马上就要站起来的人，其他的人所有农民脸都是朝下，你连他们的毛都看不见，但是他呢，就是说眼睛发出巨大的一个光芒啊，就感觉是个 X-Man 似的，眼神就能杀人，然后手呢。青筋暴跳，对吧？抓着这个非常非常的孔武有力，但是你也知道这个角色就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张力。然后旁边这个就是和他立场比较接近的大个子，这个大个子本身和他们整个的村的长老是有亲戚关系的，后面也是有所更多的交代，还跟一些悲剧是有关的。镜头再往右摇呢，我们看到露脸的就是鸡贼哈，鸡贼兄。然后突然此时呢，有一个 nobody 哈，这个是纯粹是一个道具角色，后来也不再出现了。然后他就
是一个 defeatist 啊，这个叫 defeatism， 就是失败主义哈，就是完蛋了，咱就干脆就承认就没有活路就完了哈，就崩溃了。然后崩溃之后呢，很快的就又继续把头埋在这样的尘土和干草里头去了。那这样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态度吗？然后这个时候经过这样的一个简介之后呢，其实这个镜头主要是要连接苦瓜和鸡贼。鸡贼很显然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他还可以去斥责这样的给大家没有任何帮助的一种失败情绪的这些人啊，斥责他说这哭啥，对吧？何必呢？你也是个男人啊。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然后整个第一次苦瓜脸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中景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角色开始有了很深的印象了。这个时候大个子站起来，同时景别往后啊，变得更多的一个中景。然后他说，就说我们所服务的这个其实是有个领主的啊，说他们是要收我们的税的，这领主是收我们的税的，按道理他是应该保护我们的，对吧？收税嘛，就是说至少提供一个安全。你黑道上也是啊，你保护费你不保护，光收我们保护费，这算什么事儿呢？大个子先站起来了，但是大家看到，就是说这几个人黑泽明在给他们在镜头内调度的时候，就很明显，他们是一个泾渭分明的，一左一右的哈，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他们的从一开始在政治上的立场就不一样。然后大个在呼吁，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我们交税的那些人来保护？然后最后工具人角色，这个时候大家有更多的人，你看他说完这个话，他站起来还没有太多的人抬头。但是他说出来话的时候，更多的人去抬头，对吧？这些农民们开始看，但是看完之后，你看大家都是以摆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很精细了。我就说我们赏析这种电影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细节都是非常精心的设计过的。这个我觉得从精细程度上来讲，反倒说现在的电影可能赶不上那个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首先制作这样的东西的成本要比现在其实平价购买力上要更贵，甚至贵得多哈。现在这样的数码的方式确实是大家就随便拍吧，那个时候这一尺镜头，对吧？那都是需要胶卷在跑的呀。这个绝望的女人，大个子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合理的一个答案。所以你看啊，这个女人开始的时候，她一开始是屁股对着我们，然后同时显示的是说，女人的这种地位感觉又比男人好像要低很多，而且很显然，整个这个村子在面临这么大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发生的居然是女人。这个事情难道不也是让这些男人觉得非常可耻的吗？那这个女人就说，最后你们这些男人也没什么鬼用，她就站起来了。她站起来之后，虽然这个镜头还是俯拍，但是我们看到就说这个女人还好像是更加的高大一些，她还更愿意去直面这个困难啊。这个苦瓜在这个地方也觉得哎丢人呐，那立即就在蓄积她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了。这个女人穿着的非常非常的破烂啊，从屁股上就可以看出来，从前胸上更是觉得说这穿的啥呀，这连内衣都没有吗？然后他家可能也没有男人，对他来讲，其实他来养活自己身边的这些孩子。你看他首先膝下一堆孩子要等他养活呢，他不堪重负是太容易理解的。那他希望说，这些村里头其他完整的家庭，你们都是整整齐齐的家庭，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多出一些力呢？对不对？如果说真的咱们要对抗山贼的话，那当然谁打仗肯定是男性打仗啊。那你们这些有男性的家庭都不说话吗？这个张力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在村民之间。
我们如果说第一次看，或者是你是慕名而来，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解释性的桥段，但恰恰不是。恰恰我觉得黑泽明为什么这电影是不朽的电影？这个电影一定是不朽的。这种电影的不朽，相当于就说在戏剧史上没有后来的人能够超越莎士比亚一样。在电影，我相信电影的这种形式，慢慢的也会逐渐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后世再去看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时候，可能觉得没有那么 popular 了。但是说找到那些精品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这样的作品来。这些电影就是真正定义电影本身的电影。OK， 今天忘了自我介绍了。如果您看到这儿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跟你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见谅。女人最后还是扑倒在地呀，只是掀起了一些尘土，大家还是屁用都没有顶。在这个时候，你看缓慢的时候，立即在准备崛起了哈。从镜头上，他一下成为这个最高大者，然后就迅速就直接切到特写啊，这是一个几乎是Sergio Leone 型的特写哈，从额头直接恨不得把下巴都要切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特写。所以这是整个影片其实以这样画幅给出来的第一个角色，然后用光也非常的戏剧化哈，这个很显然是后面加了一个光线去描述他整个脸的这样的一个轮廓，然后他的这个眼神光，因为他的这个宣言实在是太革命性了哈 ，We will kill those bandits， 咱们把他们杀了，全他妈都杀了哈，一手一个掐吧死俩。Never again， 不行了，这个事儿不能再忍了，咱们就杀呗。然后第一个对他的这个宣誓产生反应的呢，就是苦瓜哈，苦瓜的嘴实在太有特色了，然后立即的这样的一个振臂一呼，他的手还气得发抖的时候，那个苦瓜马上在地上出溜两下，屁股往后坐两格，对吧？他不是说我反对，我更信赖这个英文的翻译哈，虽然我不是学日语的 ，Not me 啊，这个我可不去杀哈，你要杀你们去杀吧。他的这个角色就是给他一个极其懦弱哈，最窝囊、最让人看不起的一个角色。但是苦瓜的这个人物弧光也是非常非常灿烂的。他们演得多好啊！那个眼睛往下一看，他也很怕利己。他一方面说我肯定是不会跟随你的领导，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也不想直视你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正义的光芒的眼，不行呀，对吧？这个 I couldn't possibly， 他话都没说完，他就是说我怎么以我这样的能力啊，你看我连你都怕。估计鸡叫我都要打，自己都打几个战子的人，我怎么能对抗山贼呢？那第二个做出来反应的人，你看看这些群众演员，人家演得多好，人家多敬业，对不对？比那横店的真的强太多了。人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能经得起这样细拉的考验的。就是真的，大家都要看利己。这边的这些人同时都在看苦瓜，对吧？这些人为什么要看苦瓜呢？因为他们和苦瓜是共情的，而鸡贼先生呢，就更有心里头更笃定的去反对利己的这个提议。他这个反对后面，当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你其实就知道，鸡贼他其实是一个。在这个村里算是最有资源的人，对不对？他实际上是他女儿又漂亮，然后他自己家产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他藏起来的东西也是比较多的。那原来其实，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你看这些村民刚才在看苦瓜的时候，鸡贼一说话，你看那整个群演，所有的眼睛都看向了他。这镜头调度，你在今天电影里头你都不多见。说实话，虽然说看起来有一点点古板刻板，但是你同时不觉得说人家的构图就是讲究吗？
真的是每一个脸都是用的非常好了。这小孩在怀里头的这个女人抱的这个，然后这个后面还一个男的抱的一小孩，侧着一个脸在看，多么讲究的构图，对不对？然后回去切一个立即的，还是那个角度特写，然后主要是通过他的这个眼睛看的方向来连接，这其实镜头效率非常的高。然后再切到一个中远景，然后他们就开始真正的冲突了，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说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对话，是一个沉默尴尬的场景。那现在就有明确的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了。那立即这个话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杀那些落荒的武士，但是就不能杀山贼吗？这个话当然 presuppose 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曾经是杀过这些人的，杀过一些不是他们村里的人，而且杀的是武士，杀的是那些失败之后可能落单的这些武士。那这个话很显然，首先农民真的是全然善良的吗？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无辜的吗？那些落单的武士就应该落在他们手里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活该吗？他们就理应就得到这样的待遇吗？这个本身就已经在向观众发出一个挑战了。而且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很显然这个事情是一个极其让大家震惊的事情，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个事情啊。然后大个子这个时候起来之后，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就这样叫什么 disproportionate 的一个爆炸啊，就是完全失控了。说我们不要这个事情，很显然，即使过去这样大家这么干，仍然留下了一个伤痕，就是说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一个问题。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立即会赞成整个村民协同起来去杀那些落荒的武士吗？很可能就已经在这个事情上看法就不一样，对吧？那大个子这个时候把鸡贼和立即分开，大个子因为他大嘛，可以分开，不要内斗啊，不要内斗。谁更想斗呢？立即更想斗。立即为什么更想斗呢？后面我们知道啊，因为他是整个这个上一次山贼来的时候，他老婆等于说成为了一个谈判的筹码，成为了那个代价啊，然后就他最爱的女子就被夺去，成为性奴了。那他所做的这个牺牲可能不是自愿的，也不可能是自愿的，没有人会就这样所谓的自愿的选择。那也有可能是大家借着这样，当时别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事儿只要不管谁家出个人吧，把这事儿平了，那我最好不要我们家出人，对不对？最后其实是立即为了大家牺牲了一些自己最心爱的一个身边的情感。那他对村民能有多少的好感呢？那村民会不会也觉得说，是我们当时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政治正确，其实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呢？你们暂时的平安是谁付出的代价呢？是那个不在你们当中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呢？然后在这个村子里头，也许立即还因为这样的事情还受到大家的轻看，也不一定哈。在一些文化里头，对啊，他老婆被抢了，他也没有做什么，然后他老婆现在都已经成为别人的娼妓了。这里头的新仇旧恨还多着呢哈！你看这个镜头本身的怎么去设计的？立即在这个时候，不是鸡贼先是前景，通过他的侧向的描述，他往后继续做，然后去 reveal 后面，还是同样的这样的用光，去强烈的定义立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大个子以这样的一个中立，相对比较中立、理性的态度
试图去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那鸡贼的 rationale 他自己的理性说的也很清楚，我们没有机会我们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直接被灭族了。他在前景，他的话语权是很大的。那立即在后景，这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比较深焦的镜头，因为从这个压缩的关系来讲，这个镜头不像是一个很长焦的焦距拍的，但是景深还是相对比较深的，能够把这两个人放在基本上同时在焦平面上。立即很显然还是稍微在焦外一点点软一点点。然后他基本上他还在 argue 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如果是这样活的话，不要还不如死了呢，背水一战得了吧。那鸡贼的想法，他是代表了真正带领这个村民整个这个村里头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反正我们农民嘛，我们的宿命就是忍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首先这个主题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它即使是真的话，它的这个忍耐的意思也可以说用任何形式去忍耐，对吧？你可以说去通过欺骗去忍耐，你可以说在不停的示弱去忍耐，然后这种示弱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示弱。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弱，他们甚至他们所打到的粮食和财富也比真正拿出来去沟通的要少，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理性。然后他也要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其实藏起来的一个财产，对吧？但是这个很显然在他们当中的分配也是不均的嘛，就后来我们慢慢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内部的问题。在大个子的这个拉扯和这个鸡贼兄的冷静的解释之后呢，立即就再次坐下了。你看这个镜头的设计，焦点放在了整个第一个场面哭诉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养的一堆孩子，很无奈的希望说这个村里头的意见领袖们给予一些方案，然后现在这两个人其实也并不合拍，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首先谁也没有提出来一个大家觉得能接受的方案，然后他们两个还不团结，多么痛苦的事儿。然后立即很显然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个支配性的位置而且他这个脑门上的青筋可能也是当时选择他来演的重要的缘故吧。然后鸡贼兄就是说用了一个我们要迎接他们不是说不可抵抗 We will greet them meekly 就是说极其的顺服柔弱我们要去用这样的柔弱的姿态去迎接他们，然后我们要非常顺服的安安静静的，不要有任何起义什么，就把我们的麦子交给他们就好了。真的这个翻译好，要献上我们的麦子。然后听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指望着麦子去养活孩子的这个绝望的女人就重新扑倒在地了。反正就是说咱能活下去比什么都强活着像牲口一样的活着 That's all we ask。 然后鸡贼兄就是这样的态度，反正咱们姿态低一点，咱们就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尊严方面的考虑。而这个时候立即他已经不可能不考虑他的尊严，因为他所失去的这个东西他太想要回来了。然后立即再一次二次起身，你看这个时候的这个整个大全景的描写，人们还是没有脸都是，而只有就立即和大个子在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在角逐这样的一个方案。然后他就又说起来，就说我们最后现在
留下那么一点点米，我们是怎么生活，对吧？我们难道不就是天天喝米汤吗？这怎么能是办法呢？然后他就出去了，离开这个整个的这个不成器的一个群体，在他看起来是完完全全无可救药，也非常伤感，大家也没有人去听他的，对吧？连大个子都只是站着去陪着他一下，现在呢，立即就完完全全落单了。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群体能够忍受这样的事情，他是希望能够和山贼去拼一下的。那大个子最后提出来一个甩包啊、甩锅的一个方式，咱们去找长老去吧。其实就是他家亲戚哈。那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这个时候镜头不再俯拍了哈，看到没？就比较平视了，情势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和缓和，然后剧情也在继续推动。我们作为观众第一次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什么意思，对吧？这个神秘的老爹是谁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人们能够一下子放下所有的争执，拍拍屁股？谁先起来的？还是鸡贼凶，然后苦瓜脸，然后更多的大家沉默的就大家往一个方向去走了。而看这个整个的调度哈，就是人们走在这样的灰里头，其实是一个差不多中午时刻的，大家的影子都非常的小，非常的短，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微微的逆光，也让上面的顶光等于说强调这样的一个灰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默默的走，然后经过了一个弯儿，然后这些行进的同时，其实就某种程度上也交代了整个村子的这样的一个地貌，为之后的村民们如何去围剿或者说迎击山贼的那些战争场面进行了一些铺垫。很显然，因为他们还要过一个这样的小桥，过小桥之后呢，很显然这个有一个水车啊 mill， 这有这样的一个 property， 这是一个很显然更高级的一个 property。而这个水泉的使用，甚至说这样的一个前工业的装置呢，也不是说谁家都能拥有的，对吧？那这很显然是村里头是得在食物链顶级的人才能有的一个东西。但很显然，就是因为就和现在的生活一样，那些比较富的人，他会住在一个很拥挤的，像刚才这样的草屋一堆在一起的吗？不会哈，他就住在了一个更加像是独栋别墅的地方啊，山清水秀。然后这个手法当然还是和刚才的这个拍村民的方式一样，由远及近，几乎是同景的，我相信是同景的。从这个透视关系上看，透视关系没有变，只是镜头的使用的焦距越来越长了。3个递进的对水车的特写，然后画面上除了老爹之外呢，还有2个一男一女作为背景，使得这个画面更有趣。更有趣味，也有更多的通过人脸的反应去描述画外的那些人的态度给旁边人的感受。因为老爹的前面几句话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哈，只是感觉在微微的抽动。还是立即和鸡贼在讨论这个事情，就不说这个了。说到什么地方呢？
是还是立即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立即是说话是不会好好说的哈，所以他提到就是说最后说到没有麦子就是一死路一条的时候，老爹这个时候突然正脸了，然后这个场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声音，其实是跟那个水车有关的，就是它既然是个 mill 嘛，可能是有那个可以凿米或者是叫什么春，是一个自动的可以凿米的东西吧。老爹突然之间不仅是眼睛睁开了，然后嘴唇也翻出来了哈，原来也是个地包天，然后非常 terse， 说话非常的简短，打，然后立即非常的喜出望外哈，他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他的心里头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了，而鸡贼非常的难过哈，但是他要继续去为自己争辩，说老爹啊，这太疯狂了吧？然后这个镜头的病症是说，老爹的这张脸几乎就像《权力的游戏》上那些挂在墙上那样一样哈，不看任何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明呢，还是一个正常可以有正常视力的人。他也不看任何人，他似乎是几乎做出了一个如超然的上帝般的一个决定，打。立即继续啊游说，然后老爹这个时候说了一些，给出来一个联系主题，但是对村民来说极其陌生的概念——雇佣武士。这个时候，为了显示这个主意是多么的极端和新颖，那黑泽明选择马上切一个小全景啊，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屋子里头的能够画室的男人们的一个惊愕的反应。大家开始要问了，就是为什么呀 ？OK， 通过那个镜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的常规啊，然后再切回老爹的特写，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单人的特写了，还是这样的一个，除了嘴动，然后为这几个肌肉动，其他地方都不动哈，眼睛是不完完全全没有什么眼神儿。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讲的，当然就是说过去的时候，而且他是说你们出生的那个村是被放火了哈，也就是说老爹是见证过的是说他年轻的时候，然后这些后辈还在非常幼小的时候，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住的，他们现在已经是因为战火的燃烧，不得不到今天这个地方来寻找新的生活。那他回想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背井离乡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又重新建设家园，是个错误，有可能。他都见证了这一切了，所以老爹的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哈，他可以去有资格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其实非常狂野的想法。然后他说，当时他看到的说，只有一个村儿，唯一的一个村没有被焚烧的，就是那个雇佣了武士的村。那很显然，他没有在那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生活。他觉得今天的这个生活仍然不够理想哈，他想一想，其实觉得说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那鸡贼还在说，就是那村和村也不一样呀，对吧？Different kinds of villages and villagers， 而且是说村庄是有不一样的村庄的，村民也有不一样的村民。在这个英语的翻译里头，这是两个说法啊。村庄就更像是一个人集合之后，其实是一种 government， 这是一个政府啊，不管你怎么叫，它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要治理我们公共的事务，其实村庄就是一个政府单位，而村民呢，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民。
政体也不同，然后我们的人民也不同，对吧？你看看刚才的人民是什么个屌样子，对吧？一堆人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撅个屁股，只能够哭，没什么办法的。你指望这些人，我们能够把这个顾武士的事儿能做了吗？所以鸡贼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而且他是这个村里头的，其实是建制派呢。他一方面也诚实的知道，就说我们村就是不行；一方面呢，他也想不要有任何在政治上的变化，我才能保持我自己的权利啊。你知道当政者很讨厌的说，突然之间来了个改革者，说你现在走的路线是错的，我这条路才是可行的，那你要把我的旗子扛走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鸡贼之所以是鸡贼，是因为他在这个村里头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一个担忧，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偏好的问题。你看他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老爹已经说了话了，但是老爹只不过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干部，对吧？我不一定非得听你的嘛，我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能够听我的，我还是可以 veto 你的这个决定的。实际上，真的，那他就要赶快看一下他的这些小跟班和昔日的同志，哎，这咱们自己都喝的都是 rice gruel， 对吧？米不是被抢的差不多了，咱只能说把那个米汤喝着，咱还能够养武士吗？这个话诚实吗？不诚实啊！他们有 sake， 有清酒，有肉，有什么东西都藏着呢，对吧？然后立即是一个，就是说我一定要 all in 的，而且你这个我就是要夺你的权，是吧？你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夺权的东西千万不要简简单单看成是权力的斗争，而是说这就是路线斗争，这就是一个什么是对的。我看不惯你的领导，是因为你这个领导对我是一个长期是个伤害，我一定要把你干掉，我一定要在这个斗争思想斗争上赢得这场胜利。我就是哪怕吃稗子，吃杯子还是稗子吧。然后大个子又在这，哎呀，不要说这样的话，他很害怕这个他们中间起不和。为什么呢？因为大个子呢其实是老爹家的人老爹家这个和等于说老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不应该因为你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吗？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立即也觉得说，嘿，我必须得在老爹面前赢得这场意识形态的胜利，所以然后就说，你有见过武士是只是为了食物来就为农民征战的吗？这里头这一句话里头有很多话里有话的东西，对吧？首先他们的成见就是觉得说武士是不会为农民作战的，武士的阶层是比农民要高的，他们是等于你让上层为下层去拼命，那是没有门的在人类历史上他认为也没有，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这个史观大方向没错，上层的阶层是不会为下层阶层卖命的除非是在那些有那样的一些骑士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有真正的 honor 的一个地方，这个 honor 就是说是一个荣誉系统。如果说荣誉比其他东西有时候更重要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层为下层去舍身卖命的。从某种程度上，这里头也有一定的神学性，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上帝的话，只有那个上帝说他愿意为你流血舍命，愿意为你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才是值得你敬拜的这是一个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刺激的模拟性的东西。然后其次，武士也不可能为了一碗饭就给我们卖命这里头有很多话里有话的东西。然后他说了一句 They are a proud lot， 这个说到真正的重点了，其实就是说骄傲确实是万恶之首大家看过我聊的七宗罪的话，大家就应该知道说，确实在天主教
在基督教里头，骄傲是 sin of sins， 其他的 sins 都没有这个骄傲大，骄傲是那个 capital sin 啊，首要之恶。继续切到老爹说 ，Look， 还是非常的简洁，没有其他的什么主谓宾的完整的用词啊，就是特别的简单。武士也分不同的武士，你刚才说的武士，那不是说武士他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找那些饿肚子的呗。按道理你们也杀过这些逃荒的武士对吧？那些人也是落了单，他也饥饿，他也是人嘛。然后他用了一个谚语，可能是熊如果饿了的话都会下山的。这老爹的这个非常的戏剧化的一个脸啊，也确实是能撑得起这样的特写。OK， 又是这样的转场，然后他们真的就来到城镇去招募了。这一段的就是快速的这种镜头，其实是一个远景的一个用比较长的焦距去吊着拍的哈。你看的整个的镜头的运动和透视关系，你就知道这长焦吊出来的。然后前景不停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哈。大家都很忙，都在寻求自己的生活，都在寻求各自的利益，谁也不会为你驻足的。然后这些武士也好，浪人也好，虽然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吧，但是其实也看起来都是一个一个那个惨样啊，确实没什么昔日我们想象当中的武士的这样的一个荣光，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没有了。然后你看他们这个人群分的时候，黑泽明在分这个分镜的时候，还是利吉和大个子是站在一起的。虽然大个子比利吉其实个子要高，但是在镜头的安排里头，就要让利吉是更高大的，就要在是右边，右边其实是更强势的。然后鸡贼和苦瓜呢就要放在一起，而且这几个人当中，唯一谁是那个站着穿长衫喝酒唯一的人呢？是唯一这不带斗笠的是利吉啊，就是为了凸显他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特质。这些我相信都是很经过仔细思考的。他的那个身上感觉就是说，所谓传统农民形象是最少的一个。而且刚才我可能忘记说了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再说一说，就是说老爹在说的时候，他回忆当年那个看着那些小孩失去家园的那些 You were born 啊，当那些你们生在的那个村子被烧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菊千代后来的命运等于说也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编排。他的那个菊千代和这些老爹的他们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纽带，在那句话里头就已经铺陈下去了哈。所以剧本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看他这里头也有一些人在镜头内的运动，因为电影嘛，在那个时代大家更知道就是说什么是那个运动的东西 ，motion picture， 它是一个 picture， 但是我们必须得让它动起来，所以它的运动的元素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反而今天的很多后现代的这些电影人，你动不动拍的那个电影，在1分钟之内，你都觉得这玩意儿不就是一照片吗？这拍什么呢？这是。你觉得特有情调是吧？你觉得那个东西值得我们看上10秒钟？问题是真的什么也没发生，你只是用了一个别人的很好听的音乐。你说你这是电影吗？你看这个苦瓜对吧？从左到右其实非常活跃的一个角色。你看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印象深呢？是因为在人家电影书里头给他的这样的镜头运动就是很丰富，你知道吗？你看从左到右，顾左右而言他，对吧？然后这两个人也要在交流，这个人是不是合适呢？对吧？他终于看上一个，对吧？看上哪一个呢？我们看，可能就是看上这个，是不是？觉得这家伙看起来是像是个饥饿的。咱们看看对比一下之前的那几个走过去，就说这几个人，至少这家伙穿的衣服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衣服，是吧？
这家伙看起来也不是像特别饿的，对吧？前头，而且还对比了半天，可能就这家伙看起来头发乱七八糟的，衣服也不怎么有型，还弄个大布袋子，挺邋遢的。所以这个时候立即就想到了，哎，就他吧，对吧？这应该是一个饥饿的武士，然后他就出镜了啊！你看这些镜头其实都是跟这些连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立即出镜之后，你再看啊，这镜头设计的，他出镜之后，大个子往右移，挪出来空间之后，前景还在过人的时候呢，后面鸡贼和苦瓜就把他补上了。这三个人 again 是说又站在了一起，立即又是孤身一人出去努这个力了，再扫平转场。这就是刚才立即出去的一个后果的交代哈，这些事情的连续性是非常非常高的。直接一个大全景，你不知道什么情况，让你非常意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真的讲故事的真的是手法也好，效率也好，都非常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这电影是不朽的，后世的人都是在学他们而已。你可以说今天哪个剧比莎士比亚的剧更好吗？你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说，也许就是更好。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说莎士比亚是最好？因为其他那些都是徒子徒孙，你没有什么真正的新的东西了。啊，刚才那个武士，咱看看首先是不是？不是啊，不是那个家伙。你也可以说，他可能试过好几次了。一阵慌乱之后，突出动作的中心程度，然后立即在这个时候，难道不就是又成了一个可怜农民的形象？就和当时他们拜山贼一样，对吧？你对山贼也得所谓 greet them meekly， 对武士，即使这些武士都已经是看起来都是饥饿的不成体统的武士，你还是得叫什么五体投地哈。然后人家拿了这大枪，也挺搞笑，对不对？而且这个镜头里头还拿一个这个枯干的树作为这个其中的一个背景，然后和这武士拿这大长枪去做一个对比啊。这树干枯的已经没有生命了啊，它所能够依附的那个东西都已经失去了，光秃秃的，你还能算自己是个树吗？你武士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主攻了，你其实就是一浪人，你能称得上是武士吗？看看这个立即的鞋啊，草鞋都已经掉了，烂掉了。立即这几个翻滚，这个镜头后面是谁在做背景呢？每一格都是精心设计的啊。看看他们的这些同胞有没有出来说，哎，大哥，别伤他，这是我们自己人哈，他不懂事儿，有管他吗？没有。大个子也好，鸡贼也好，苦瓜也好，就在旁边看着。人家说清楚了，我们是 I don't need your charity。这个地方几乎是说，我不需要你的 charity 的意思，还不是说我不受你的雇佣啊，是说你给我吃的我都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你有资格给我免费的吃的吗？ charity 是慈善吗？是施舍吗？我不受你的施舍的。然后走的时候还要再骂他一句，对吧？看看这个脚底的这个情况啊，虽然连续性上可能不像刚才那么惨了，但这个就是他彻彻底底的失败了嘛。人家都走了，你看看旁边的这个镜头的这个构图，几只脚，赤脚的哈，叫什么？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他们按道理是 nothing to lose，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失去的，老子就是贱命一条了。那在这个时候，鸡贼兄呢就大特写，后面旁边的围观群众，鸡贼兄极其冷酷的，
What did I tell you 啊？跟你说过啥？大个子也在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觉得，哎呀，这可能还是我们现任的领导说的对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这是咱自己家的亲戚啊，对吧？自己这村民给他拍拍屁股，看，所以这个屁股的这个意象还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为什么要站起来要拍拍屁股呢？刚才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最后说找老爹，大家起来之后都是先拍拍屁股，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哈，叫什么？一拍脑门有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对吧？这是说那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哇塞，都1个小时了。哎呀，这聊的有点太恣意枉然了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那么友好。哎，我就下次快点，再聊个10块钱的。好，那个这个整个的是场面一转呢，就草鞋挂在客店的外头，被雨水清洗啊。因为大家看到刚才那是多么肮脏的土地了哈，粘到了有水，是不是就更干净了呢？对，你可以暂时的把草鞋洗得更干净了，但是在地上呢，就更加的泥泞了。就更加的肮脏了，这样的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呢，就永远没有所谓的那种圣洁感哈，那种高大上洁净跟他们几乎没有关系。这些人在井边打水嘛，然后在洗脚，对吧？然后穿着蓑衣，可能又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了，他们在行路嘛。然后他们也要喝水，几个人带着斗笠，这个时候立即也带上了斗笠，他和这几个同伴几乎是差不多了啊，感觉也是失败了，是不是更像了呢？这几个人呢，他们是首先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麦子熟了之后，他们心里头挂念，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到了农忙的时候应该回去了，也就放弃了这个招募武士的想法。而立即呢没有放弃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他就说我们那个地方因为海拔比较高嘛，山里头好像是不会熟这么快的，不走。然后这个时候介绍了这个城里头的这种流氓阶层啊，苦力。苦力是一帮，就是说也是极其赤贫，然后同时是群盲，是一帮流氓。但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团伙，然后也看不上这些农民啊，他们是城市贫民，但是也看不上农民。知道他们在这儿已经困住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还取笑他们。他们连蓑衣都没有，可能就趁着下雨出去冲洗个澡了，就当这里头就和真的是和马圈似的哈，非常的肮脏。然后4个人坐成一排，只有立即前头有一盏盏小小的柴油灯或者是一点点的光，是代表他心中的希望。然后这几个人，特别是苦瓜啊，再一次就是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他们的苦闷了。真的是颜值担当啊！苦瓜真的是他们农民的苦难的颜值担当。然后镜头这个时候是移动的，往后去，然后同时往左摇，展示了这个整个客店的更多的一个全貌。那当中其中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和尚啊，其实是游吟诗人吧，还在这儿弹他的琵琶还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个下雨天的雨声，再加上几乎是蹦单响，bang bang，这是什么乐器？这算是不能算是琵琶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啊！这个灯还能燃多久呢？刚才大家看到了第一个这个镜头已经介绍了这个灯了，对吧？那这个灯摆在那儿，很显然是有一个诗意的象征的。外面的雨这么大，那雨水分分钟给你浇灭了你心中的希望。然后这个寂寥的不着调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来了一个卖这种
什么，这是面团的吧，好像是，反正不是比大米还不如的一种东西，因为他是想拿这个，后来是说换大米的，他想卖他的东西。然后这些平民一边赌钱还一边取笑他，说你这个人都看不见，他是个盲人，你还卖呢。然后这个人也很可怜啊，对吧？到处去兜售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儿，然后还有一些在二层的上头睡觉的一个，其实等一下也会介绍，他是个武士嘛。这样旁边的这些城市流氓说，我们3个人把他打了一顿，然后他现在他用了一个梗是说什么？你不会从他的鼻子里头再弄出来一点点血的，意思他身上已经被榨干了呀，对吧？他昨天晚上赌博，然后后来还拿着他的剑，还在那儿还任性呢，结果我们就把他教训了一顿。那现在他鼻子里头一滴血都不流了，所以你还想卖给他的东西呢？那这镜头在运动哈，这个镜头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镜头本身也在运动，机位也在变。那这4个人是最 unlikely 的 customers 啊，这怎么你还能像他们还能卖东西吗？他们这么穷。他说你们光是稗子会得夜盲症，就把这个夜盲症呢和这个盲人游吟诗人联系在一起。他盲是因为没有吃上你的这个破食物吗？对吧？他为了卖东西不择手段，当然同时是为了交代整个这个招聘武士所在的这个客栈的这复杂的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至少还不算是一个互害的关系，对吧？你感觉他还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如果一个失意的武士想胡来，流氓就会教训他。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公平交易，虽然大家想办法都是尽可能占别人的便宜。他somehow他好像知道这些人是有米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过来换的时候说For a cup of rice， 所以有可能他是有备而来的。那这个是怎么而来的呢？因为这个农民们他们也在招募武士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透露了，就说我们有米可以雇你啊，这消息就传开了。然后这个人就自己吃了，也是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 trade， 那至少就自己吃了吧，别浪费。苦瓜看到别人吃好东西，其实也心里就好难过呢。然后他觉得是个不错的 deal， 他也可能没怎么吃过这些东西，他还在算计这个什么是个合算的买卖。大个子骂他，这每一句话都挺有意思的，但是这样讲确实是有点慢了哈。Anyway， 今天我就 bite the bullet， 把就这么讲完吧。世上竟有此等蠢事啊！就是他们等于说现在为什么这样的哭丧的脸呢？其实是一个前面的故事我们还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们给了一个可能的招聘过来的武士叫什么一瓶清酒。免费的，然后给他 his fill of rice， 给他把那个米袋子给他填满了，对吧？意思就是我们给了他那么多东西，又有米又有酒，然后他却打了我们一顿哈。这是说什么呢？就说应该刚才就立即在那个公开场合被骂的那个样子。偷鸡不成反蚀米啊！雇佣武士不成还丢东西。然后这些人流氓就说，至少那个拿大枪的那人，人家还是一个有真功夫的哈。和我们在这儿，他说什么 ？Like this one playing possum，possum 是负数就是说假死的那种，负数在我们这儿特别多。你一碰到他就假装死了，他的意思用来形容这个武士
在这假睡呢啊。然后这帮农民就苦瓜脸，这个时候说咱回去吧，然后就哭了。然后他的这个哭完全不能得到这些流氓的任何的同理心，他还在这去嘲笑他说：“哎呀，想我老婆了。”这个镜头是往后侧移。那这些镜头最后的运动都会回到一个非常均衡和有意义的一个画面。这个深焦最后还是透露出来，等于说落在这个看起来很有定心主意的一个盲人游吟诗人上。我们怎么能够分出来武士的好坏呢？我们只能农民嘛，只能分出来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呀？而且即使是说我们能够找到真正有能打的武士，我们没办法管人家。说实话，就 we are no match for the tough ones。你把他招来，你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呢。那真正厉害的武士，那分分钟不就成了你们村这小霸王了吗？对吧？得，今天不行了，时间就到这儿吧。谢谢您的收看，再见。